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盼望这个词，我们好像经常说，但它到底是什么呢？它会不会不只是一种美好的感觉，而是一种，能够实实在在塑造我们现实的强大的力量？其实，一切的根源都从我们的内心开始。你看，圣经箴言里有这么一句话说：“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”为什么呢？后半句是关键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这句话说白了就是，我们生命里所有的事情，不管好的坏的，最终结出的果子，它的种子啊，其实都埋在我们的心里。我们平常总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什么？眼见为实，对吧？意思是说我得亲眼看见了，我才愿意相信。但今天呢，咱们得把这个观念整个反过来，我们要探讨一个更深层的法则，那就是你必须得先在心里相信，然后你才能在现实世界里亲眼看见。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法则到底是怎么运作的，咱们来看个例子吧。一个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人，托马斯·爱迪生，看看盼望这种力量是怎么在他身上起作用的。爱迪生的目标听起来是不是特简单？不就是发明一个能用的、亮得久的电灯泡吗？但你想想，这背后有多难？真正推着他走下去，让他不怕一次又一次失败的，到底是什么？就是他心里那份不灭的盼望，那份坚定的信念。他就是相信这件东西一定能被照出来。6000多次，你看到这个数字，第一反应是什么？这可不是他成功的次数。恰恰相反，这是他在找到对的灯丝材料之前失败的次数。你敢想象吗？6000多次啊，每一次尝试，结果都是不行。换成你我，可能早就放弃了吧。但是你听听爱迪生自己是怎么说的，他的这个回应简直是重新定义了失败这2个字儿。他说，我没有失败，我只是成功的找到了6000多种行不通的方法。你看，在他眼里，这6000多次根本就不是失败，每一次都是在排除一个错误选项，每一次都意味着离那个正确答案又近了一步。哇，这真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看问题的角度，而这种视角正是盼望给他的。所以就这么坚持了整整13个月，没日没夜的实验，终于在1879年的10月21号，他成功了。他用一根碳化的棉线做灯丝，把它装进灯泡里，结果这盏灯亮了，而且一口气亮了足足45个小时。你知道吗？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盏真正有实用价值的电灯。那束光啊，不只是照亮了房间，它更是向全世界证明了，只要心里的盼望不灭，就真的能创造出照亮世界的光。好，看完了爱迪生的故事，咱们再来看一个听起来更疯狂的梦想。在那个年代，你说人能在天上飞，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，痴人说梦。但偏偏就有这么2个人，他们心里的盼望强大到要去挑战地心引力。这就是莱特兄弟俩跟他们爸爸说的话。你仔细品味一下这句话，像蜻蜓一样的在天上飞翔。你看他们的盼望不是那种模模糊糊的，哎呀，我好想飞啊，不是的。它是一个非常清晰具体的画面，脑子里已经有那个图像了。这种看得见的盼望，才是真正创造力的开始。可想而知，他们这个梦想马上就撞上了一堵墙，一堵用怀疑和嘲笑砌成的墙。而且最伤人的是，打击都来自最亲近的人。他们的爸爸从信仰的角度否定他们，他们的老师从科学的角度说这不可能，就连身边的同学都把他们当成疯子看。可以说，当时整个世界都在对他们说，你们不行。所以你看，他们根本得不到任何帮助，听到的全都是放弃吧，别做梦了这种话。但最关键的是什么？是他们心里那团盼望的火烧得比外面怀疑的风要大得多，猛得多，这才是重点。你看这张图真的太能说明问题了，这可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载人飞行啊，一个马上就要改变世界的瞬间。你猜猜现场有多少人来看？除了他们自己请的3个工作人员，观众居然只有2个人，就2个人，全世界好像根本没人在乎他们的梦想。就在那天，1903年12月17号，他们的飞机摇摇晃晃地飞了起来。飞了多久呢？短短12秒。飞了多远？也就35米。听起来是不是有点
寒酸，好像没什么了得起。但是，就是从这微不足道的12秒开始，我们的世界被彻底改变了。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？第一次成功是大是小根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心里有没有那个信念，那个能让成功从无到有的不可动摇的信念。好，刚才我们讲了2个传奇故事，爱迪生和莱特兄弟，我们看到了盼望的力量有多大。那现在咱们把这个法则从这些大人物的故事里拿出来，放到我们普通人自己的生活里看一看，看看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专注力到底是怎么决定我们的人生呢？其实啊，人的一辈子说白了就是他脑子里想法的最终呈现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一个小孩子他从小就想当医生，然后呢，他所有的努力，所有的心思都往这个方向去使劲儿，那他长大以后成为医生的概率是不是就特别大？反过来，如果一个人脑子是乱的，今天想干这个，明天又觉得那个好，那他的精力全都被分散掉了，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就是什么都做不成。这里有一个康奈尔大学的研究，结果真的挺惊人的。你看这个图，他说我们人呐，平时担心的那些事儿，有97%都是根本没必要去担心的。97%，你现在可以停下来想一想，你今天有多少时间、多少精力是浪费在这97% 上了？这些忧虑就像杂音，一直在干扰我们，一点一点地吃掉我们心里的盼望。属灵世界里的定律其实跟我们刚才讲的是同一个，一模一样。简单来说就是一句话，你天天看什么想什么，你最后就会变成什么样。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，你看，如果一个人的脑子里整天转悠的都是世界上的那些事儿，钱啊、地位啊、怎么玩啊，那他这个人自然就会变得越来越属世。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常常把目光放在主耶稣基督身上，去思想他的话，去效法他的品格，那不用他说，他的生命就会自然而然的越来越像耶稣。所以说啊，对于父神和主耶稣给我们的所有应许，我们唯一的正确态度就是选择凡事盼望。你要知道，这可不只是一句安慰人的话，或者什么积极心理学，这本身就是耶和华所设立的一个关乎我们身心健康的法则。因为当你充满盼望的时候，你的思想就被洁净了，那97% 的没用的忧虑就被赶走了，那你的心灵甚至你的身体都会变得健康起来。好，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，从爱迪生的灯泡到赖特兄弟的飞机，从思想的法则到属灵的定律。那现在我想请你安静下来，问问自己一个问题：你的盼望到底放在哪里了？